各位好，我是何威，欢迎来到何威的中文播客 Will's Chinese Podcast。到下面我就让这一期视频的这个嘉宾就简单的自我介绍吧。你好，大家好，我是米凯，来自英国的米凯。然后现在住在台湾，我是一个博主。然后我学中文快6年了。不错呀，对，大家都听得出来，米凯的这个中文说的非常好。对，哎呦，你太谦虚了。行，那我先问你，就是你为什么开始学中文呀？其实我刚开始学中文的时候，我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那个时候我刚搬到了一个我原来不熟悉的城市，就是利嗯兹。不知道嗯因为你住在曼城，所以你应该嗯，知道利兹。就是因为好，我的家乡就是曼城，但是那个时候我嗯搬到了利兹，因为为了工作。因为我在这个原来不熟悉的城市，我什么人都不认嗯识，所以嗯就是我想找一些机会能够交朋友，参加一嗯些活动，有趣嗯的活动。然后我那个时候我在一个大学工作，然后这个大学有很多留学生，然后大多嗯数都是中国人，所以我嗯每次上班的时候，我都会听这个中国人讲中文。我开始对这门语言产生一些兴趣。我的大学他们有一个孔子学院，然后他嗯们在提供一些比较便宜的课程，所以我就嗯报了名。然后嗯报了名之后，我上了第一次课，然后我觉得非常嗯，好玩。哦，原来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啊！就是你可能就是刚接触中文的时候，就想知道就是周对，围的一些留学生都在说些什么，也想跟他们交朋是的，对。友之类的，所以你就开始学。哦，那还挺有对，意思的。因为那个时候我记得我第一次听中国留学生讲中文的时候，我第一嗯个反应就是我不会觉得这门语言是一个非常好听的语言，这不会是我没有这种感觉，但是我觉得很神哦，秘，我很神秘。好奇，我想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对，会有这嗯种感觉。我记得我上了第一次课的时候，就是我的老师，我们虽然是初学者，但是嗯他会用中文，他不会用英文跟我们说话，他整个课都会讲中文。所以那个时嗯候我什么都听不懂。然后啊当时下课之后，我觉得非常非常好玩。然后我嗯。上了几次课，然后这个课程结束之后，我就开始自学。那我问你啊，你为什么就是你的那个课程结束了之后，为什么没有再报名呢？你为什么没有再报几节课呀之类的？是因为就是你觉得你可以就是自学是吧？你觉得自学可能更好，还是因为什么别的原因吗？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我觉得那些课程虽然我学到了一些单词，但嗯是我用这个方法来学中文的话，我需要花这个10年多的时间才能学会嗯中文，因为我学得很嗯慢，就会有这种感觉。那个时候我开始研究一下有什么方法可以自嗯学中文。然嗯后我发现有一些视频也在 YouTube 上，嗯像你的视频一样，但是那个时候没有你的视频，就是 Steve Kaufman 那，Steve 样的视 Kaufman。频。对，嗯然后我开始看那些视频，然后他们会嗯给大家一些建议来嗯让大家知道他们怎么可以自学中文。他们会比如说Steve Kaufman 他会以输入为主，他觉得这个输嗯入就是最重要的事情。我开始看很多视频，然后我开始嗯看很多不知道用中文怎么说 graded readers，就比较简单的嗯给初学者看的嗯一些小说。嗯然后我发现这个学中文的方法比上课我觉得有效多，因为我发现我的听力越来越好，嗯我越看嗯中文的小说，越听中文播客，我的听力，我的阅读能力就会越嗯好。可能我那个课程结束之后，我再也没有报了名，可能是这个原因，嗯，因为我想对，找到一些比较有效的方法。嗯，那个时候我想知道中是啊。文说的最好的人，我想知道他们是怎么学会中文的。对对，我觉得米凯说的很有意思，就是可能刚开始的时候你是以输入为主，对吧？就是类似 Steve Kaufman 的这种方法，就是多看书啊，多阅读啊，就是多听之类的，对。还有看一些分级系列读物之类的。哎，我还想问一下，就是这个你看的是什么书啊？你说到 graded readers，我记得我刚开始学中文的时候，很喜欢的一个分级系列读物就是这个汉语风，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嗯，过。没有没听过。有听过。那你看的是什么书啊？当时？
我看的就是一系列的小说，嗯。叫这个《Mandarin Companion》，嗯，对，对，我比较有也看过，名的，我对，只看过一本儿，对，就是对我来说比较当时受欢迎。太贵了。对，好像如果没记错的话，当时可能有两个这种分级系列读物是比较流行的。第一个是这个嗯，Mandarin Companion，然后第二个是汉语风。然后我当时为什么选择那个汉语风呢？就是因为它比较便宜，它大概大概5块儿，汉语风我还怎么样？因为我没有看过，内容怎么样？嗯。对，我觉得内容挺有意思的，但是我觉得写的没有那个 Mandarin Companion 好。我觉得 Mandarin Companion 就嗯，是对于我来说是更有意思，但是我当时负担不起啊，没办法。我也是读了大概十几本那个汉语风，对，然后后来就开始看一些就是我自己感兴趣一些文章啊，或者是书啊之类的，对对，但是我觉得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学中文的方法和你的方法有点不一样，我觉得你的嗯，方法比我好，我跟你哎呦，解释一下可不敢，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你不会光靠这个输入，你也会嗯这个开口说话，培养你的嗯口语的能力。然后嗯我那个时候我没有，所以我嗯发现虽然我的听力越来越好，然后我的阅读能力也越来越好，但是嗯我的口语、我的声调、我的发音，那个时候还有很明显的问题。我每次开口嗯说话没有自信，因为我觉得我光靠输入这个不行，你也需要这嗯个花一段时间，在这个练习你的声调、发音。然后我觉得嗯在这个方面你做的比大多数的学生好。对，嗯，我也不知道，我觉得学习方法是怎么说呢？是每个人可能就有不同的方法吧，对吧？就是嗯。对，所以也不一定能说是我的学习方法是比你的好，对，但是我我真的觉得，我只是说刚开嗯始的时候，嗯刚开始你嗯没有犯了这个错误，就嗯，是很多人他们会觉得这个，他们看的越多，他们的口嗯语就会越好，但是嗯，不一定是这样，因为对你也需要这个花比较多的时间这个练习你的口语，嗯不然的话你没法提升你的口语，我觉得，所以你嗯。没有犯过这个错误，这是我的意思。对对对，我明白，我明白。对，我觉得很多人认为，就是你看的越多，或者是你听的越多，自然而然就会有一天，就是你突然就说的越流利。哦，从我自己的经验来说的话，并不是这样，就是我真的是花了很多时间才能说的像现在这么流利。对，而且我嗯，也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就是可能刚开始的时候，就是你花更多的时间，就是注重这个发音啊这一块儿，你的词汇量达到了一定的一个程度之后，也可以开始就是跟中国朋友们聊天啊，或者是跟一个老师聊天让他不断的纠正你的错误之类的，也会有效的。对，好像就是最近在语言学习这个圈子里边就是很多人认为你可能得等好几年才能开口，才能开始说中文。我觉得不一定是这样。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你的视频，我从你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因为我第一次看你的视频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就是想，这个人可能是在撒谎，他不可能在1年之内学到这个程度。因为嗯大家都觉得这个学会中文的发音，你需要花很多的时间，但是你的发音那个时候，你只学中文学了这个一嗯年了，然后你的发音已嗯经那么好，不可能。但是第二个反应就是想，我可以从他嗯那里学到一些东西，然后嗯就是我记得就是我给你发了一个电子邮件，然后我这个邀请嗯你来到接受我的采访。然后你接受嗯我的采访的时候，你给我解释一下你学中文的方法，然后嗯我也用了一些这个你教我的一些技巧，然后我觉得嗯。很有用，很有效，所以这个非常感谢你。不用谢，不用谢，我都不好意思了，我这个脸快红起来了。其实说到这个点的话，在这儿给你稍微推广一下啊，对，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米凯的这个就是介绍中文的一些学习方法的博客，对，还有他的博客，对，好，我刚开始只是学这两个词儿的时候，播客还有博客，对，我总是觉得是分不清，但是现在还好，对，所以它叫做 I'm Learning Mandarin，就可能在那个简介里边也会放一个链接，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也可以去关注一下，也可以多听一听
米凯，就是跟他的一些朋友啊，还有一些其他的就是语言学的比较好的朋友一起聊一聊学习方法呀之类的，还有一些技巧。对，我也是从他那儿学到了不少，所以我非常建议大家看一下。谢谢。对对，我也很喜欢看他的博客，对对，都写的挺有意思的。那其实说到你的这个 I'm Learning Mandarin，这是什么时候开始写的呀？还有就是录这些播客呀之类的，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做这这是些事情？嗯，这是大概2年前开始录嗯的这个播嗯客，还有写的博嗯客。嗯就是因为我那个时候我刚发现我的声调不好，所以就嗯是我在练习我的声调，然后我开始嗯想，因为我已经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就是中级嗯到高级的程度，然嗯后我的声调和大家一样，就是那个时候我的声调还是有很长的路要走，很大的进步空间。嗯然后我开始想，我应该怎么去这个提升我的声调，提高我的声调嗯水平，让我的发音嗯变得比较标准。我搜索了一下这个，我研究了一下这个网络上嗯一些这个中文说的比较厉害的人，他们是怎么做的来学嗯会这个声调。但是大家都说，大家的建议都一样，你需要从刚开始的时候练习声调。你要是忽嗯略了这个方面啊，这个后来嗯你会非常后悔。然后我那个时候我有点失望，因为我嗯觉得这个有可能已经太晚了，这个没有办嗯，法因为我的声调已经不好，所以可能没有办法改变，因为我已哦，经学到了一定的程度，所以就是因为嗯英文的话有这样一种说法，就是 fossilization。我那个时候我有点怕我没法改变，但是我嗯还是想要这个改变我的或者提升我的声调，嗯所以我开始写一些文章关于我学会我练习声调的这个过程。对，嗯所以这是为什么我开始这个写文章。明白明白。对，你可能就是非常的好奇，对吧？你很想向别人学习。对，我也是这样，我也是很喜欢正在嗯采访你，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啊，就是喜欢就是了解一下别人的故事，还有就是嗯，了解一下对。别人的学习方法之类的。对，而且就是我觉得你有一个很大的卖点，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说你本来声调不怎么样，但是现在嗯都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水平，大部分的人没法达到的一个水平，就是非常接近母语者的这种程度。对，所以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是怎么做到的，你到底是怎么学会的，那真的是非常的有价值，我觉得。对，就是我觉得刚开始的时候，最重要的是能够这个分辨出来这个每嗯个声调的区别是什么，比如嗯说三嗯声，还有这个二声，有些人他嗯们分辨不出来，所以嗯这个第一步就是这个，我觉得刚开始的时候这是最嗯重要的事情。然后这个学会了这个方面之后，嗯你可以开始这个把整个句子都背下来，然后念整个嗯句子，然后跟着母语者来念一些句子，嗯让你的老师这个念一些句子，念一个句子之后，你可以这个重复它，然后这个方法很好。然后除了这嗯个之外，你需要把每个单词的声调都背下来。我嗯知道很多人他们不同意，对，我知道很多人他们不同意这个看嗯法，因为刚开始的时候你会觉得很难很麻烦，嗯是怎么会把每个单词的声调都背下来？这不可能的，因为有太多。嗯但是我觉得这个刚开始的时候确实很难，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嗯你会培养这个能力，培养这个能力之嗯后，你会发现没有你想嗯，象的那么难。然后我对，记得那个时候，我开始这个把每个单词的声调都背下来。1年之嗯后，我发现其实也没有那么难。当然，同时你也需要这个积累很多句子，就是用这个 sentence mining。在另外一个视频中，你也提出嗯过这个技嗯巧，我觉得很好。对，因为嗯你不能光这个背单词，我觉得你需要以整个句子为主，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嗯对，我发现在这方面可能你的想法是跟我一样的。对对，我觉得刚开始的时候，就是你练声调的那个过程当中，得从单词儿开始，或者是甚至就一个字儿开始。就比如说，就是请，你就拿这个字儿，然后你练100，对吧？对对对就是这样对，的话，你是可以通过它来掌握这个就是三声。Karen 老师给我举的一个例子，就是说请开门，这个就是你
你也可以就是跟着一个老师念，像你说的一样，就是然后通过这种回音法。对，我前一段时间采访他的时候，他也提到过这个。对，对，我觉对，这得，个回音法很好。我也采访了 Karen，然后呢，大家都可以听一下我这种采访。然后在这个对，采访中，他给我解释了一下，这个 echo method，你需要先听一下这个母语者，然后等一下，然后等了几秒之后，这个才模仿一下。因为很多人他们会马上就这个模仿，不会等。但是我这主要是你需要等一下。对，我觉得我们说到这个回音法的话，就是 Karen 在我采访他的过程当中，他也跟我提出一些建议，就比如说，就是你先听一遍，然后像你说的一样，就是你得等几秒的时间，然后就是放空，就是你脑子里边就那句话，然后就是在你脑子里边再重复一遍，对，就是大概是个回音，对，但是你重复的应该是母语者的那个声音，而不是你自己的一个声音。为什么呢？因为就是我们要是用自己的声音，或者是就是我们没有等秒的时间，说不定我们就会通过自己的母语来取代一些我们不太就是从来没有听过的一些音，或者是就我们自己的母语没有的一些音。就比如说，就是我想一个例子啊，就举个例子，就是请这个词儿，这个字，它这个拼音这个 Q，就是英文里边根本没有这个音，因为 Q 的话，你要是只是用英文的一些音来取代它的话，我们可能会发成 ching，对吧？就是英文里边的这个 ch，对，所以就是回音法的一个关键，就是说你听的是母语者的声音，然后你重复的就是尽量是接近母语者的那种音。你也可以去学，就是这些比较难发出来的一些音到底怎么发，对吧？就比如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啊，就是我当时学这些比较难学的音，我都是就是看这个 IPA， 还有看就是一些网上的视频来了解一下这个舌头，还有这个嘴巴，还有牙齿的一些位置。对，不知道你有没有同样的一些经验？其实没有，我这个除了声调之外，我没有这个刻意的练习。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我会比较重视这个拼音，所以我会比较仔细的听这个每个音要怎么发，每个音。这个我也没有学会 IPA 这个国际音标的。对，但是我觉得很有帮助，我觉得。然后我认识的这个中国人，这个讲英文讲的最厉害的中国人，他们都用过这个方法，他们都学会了这个国际音标。这个无论你在学中文还是英文还是不同的语言，各种语言你都可以用这种方法，我觉得都有很大的帮助。对，你甚至可以就是把这两个结合起来，就是你用回音法，但是同时呢，那些比较难的音，或者是你自己母语里边没有的一些音，你可以用就比如说介绍这个音的一些视频。我当时就是主要是你从来没有接触过的这些音，对，因为这种我们作为英国人，然后我是双语者，我从小就会说英文还有西班牙语，但是中文有很多这个我从来没有接触过的音，所以主要是刚开始的时候需要比较这个重视，花比较多的时间这个练习就这些音，仔细的听这些音，然后模仿一下，然后这个很重要。对，而且像你说的是最好的是有一个中文老师可以坐在那儿，就是仔细的听你的这个模仿，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对，我想补充一句，就是说很多中文老师，他们不太喜欢纠正学生们的错误。就是我学中文的过程当中，很多老师他们都不想要纠正我，他们会让我误以为我的中文是完美的，不想让我知道这个我的声调哪里不对。因为很多老师他们都觉得非母语者我们根本学不会，所以他们不想让我们这个失去自信，因为想鼓励我们，所以不想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中文发音有多差。然后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然后我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唯一的方法就是你需要找到一个比较愿意直接的告诉你的发音问题是什么的一个老师，不一定需要是一个老师，你也可以找到一些这个母语者，
比如说你的女朋友，我觉得她嗯给你的帮助很大，对吧？对，她会纠正你的每个错误，所以我嗯觉得这是最重要的。你需要找到一个嗯，比较直接的，因为很多这个跟中国文化有关系。中对，国人比较委婉，不想要这个嗯直接批评别人，尤其是嗯尤其是这个陌生人。如果嗯他们认识你，如果你们成了好朋友之后，他们会比较嗯愿意纠正你的错误，或者直嗯，接跟你说你的中文哪里不好。但是对对。你成了好朋友之前，很多人他们不愿意。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作为非母语者的话，我们自己都听不出来我们哪儿发错了，对吧？所以有的时候就嗯，是需要这么一个母语者朋友或者是老师可以来纠正一下，就是可能是因为这个文化背景就不一样，所以中国人觉得就是纠正错误可能是不礼貌啊，还是怎么样，对，所以他们对对，就不敢，或者是甚至有的时候他们听得出来，就是你听起来像一个外国人一样，他们听得出来那个外国的调调，但是他嗯们自己也说不上来到底是哪儿错了。就是我的女朋友对我还挺好的，就是花了很多时间纠正我的错误，还有就是孔子学院的院长张老师，嗯对，我之前参加汉语桥比赛的时候，他对我的帮助也非常大，因为他自己都考过什么那个他叫什么来着？反正他就是嗯中国的一种普通话考试。你要是想成为一个主持人啊，或者是对这么嗯，一个对，行业，那么你需要考这种考试来证明你的普通话是所谓的这个标准，对吧？就是你的普通话嗯是非常标准，而且他也对这种语音学比较敏感，还有就是比较感兴趣。对，对对对对，他不仅听得出来，就是我有一些问题，他也能很详细的介绍到底是哪儿错了，然后就是告嗯诉我该怎么纠正这些错误。因为有的时候对对对，也是另外一个问题是，就是有的老师他们听得出来你有一些问题，他们也可以就是告诉你你哪儿得纠正一下，你哪儿得改正，但是他们都不知道怎么帮你改正，对吧？所以就嗯是张老师对我来说，就是可能最大的一个优点就是说他也可以告诉我的这个舌头的位置对哪儿不啊，对呀，或者对对对。我的这个嘴唇的这个形状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之类的。对，但是我觉得唯一的问题就是这样的老师很少，真的很少。很少太就我们的听众怎么可以找到这样的老嗯师？我找到了一个我以前我有过一个老师，他给我的帮助嗯很大。我在 iTalki 这个软件嗯上找到了他。我们也会用另外一种方法，就是每次上课的时候，我们会自然说话，我们会随便说说。我每次说错的时候，无论是这个声调错误还嗯是这个语法错误，他都会嗯纠正我。他会把这个准确的句子写下来，然后给我发这嗯个怎么用最地道的中文来说嗯我想说的这种想法。我下课之后，他会录个音，然后把这个音给我，把这个录音，嗯然后我会反复的听，反复的听这些录音，嗯听了很多次之后，我会开始模仿，我会开始模仿嗯他的声音。在学声调和发音还有这个语法、这个语言结构嗯。在学这些方面上，这个给我的帮助很大。对对对，我觉得我也是有同样的感受，对，但是我从来没有请过一个中文老师来纠正我的错误，对，我一般都是像你说的一样，就是找一些比较严格的朋友，对，所以你要是能行的话，要是能交到这样的一个朋友的话，也是可以的，但是这样的嗯，一个就是专门做这件事情的一个老师，那肯定是更好的，对，只不过我作为一个学生，就是负担不起，对，对，所以只能对对，靠朋友，对对，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也是得跟，就比如说，如果我们说的是朋友的话，那么你们俩就是可能说一个小时英文或者是一个小时中文之类的，然后你就是得跟他很明确的说，当我们在说中文的时候，我犯的每一个错误，你都要跟我说一下，不然的话，他们作为中国人呢，他们肯定不会跟你提这些事情。那对就是像你说的一样，他们太有礼貌了。对，所对，以你要是能让你的这些
就是语言伙伴，就是把所有的错误都记下来，然后发给你，发个录音，然后这样的话你可以反复的听啊，也可以放在 Anki 里边，然后去学。对，这是我自己一个学习方法。总的来说，我觉嗯得主要是这个，你光靠耳朵不行，你需要有一个母语者嗯，来告诉你的发音问题对是什么。对对，不然，因为很多人很多人会高估自己的耳朵有多敏感。嗯对，嗯其实尤其是刚开始的时候，中学的这个阶段，我觉嗯得这个大多数人他们，嗯我们的耳朵不够敏感，对吧？不能光靠我们的耳朵嗯，来这个学会中对。文的发音。对对，我跟你想的一样，对我们的耳朵不行，不要相信你自己的耳朵，你还是得相信母语者的耳朵。对，对对，哦，对嗯对，而且就是我们俩有一个共同的一个想法，就是说，如果你想把中文就是学到一个比较高的水平，那你这个声调还是挺重要的，可能得，就是我们也说过，可能就是你说一句话里边80%以上的声调得是对的，得是准的，不然的话，人家真的很难听懂，他一直在猜你在说什么。就是虽然嗯，你可能从他的表情看不出来，因为他会装，就是哦你说的很好啊，可能表面对对。上说的是哇你中文真棒，但是他自己想的是妈呀，我根本听不懂他在说啥。对，对对，但哦，实际上什么都听不懂。然后我也有我的声调不好的时候，大家都嗯，会这个夸我的中文，说的我的中文有多么厉害。然后那哦，个时对，候没有人告诉我的声调有问题，所以我嗯会误以为我的声调我的发音没有什么问题。后来我才发现，其嗯实不只是我的声调有问题，也是这个嗯，对方听不懂我在说什么。完全听不懂，对，能听懂大概的意思。但是有些嗯中国人他们会有那个态度，就是因为他们听过的这个其他的学中文的人，就是他们的标准没有那么高。如果他对对，们能听懂大概的意思，就他们会觉得能听懂外国人，就是外国人讲话的时候能听懂大概的意思就嗯够了，是他们会有嗯，这个态度。对，所以对这个也是一个问题。然后我记得就嗯是因为我以前我每个星期日都会安排一个活动，就是叫语言交换活动。然后在这个嗯活动，我们会花我们先用英文说40分钟，然后再用中文嗯说40分钟。然后嗯这个我记得有一次我参加了这个活动的时候，中国学生，他也参嗯加了我的活动。然嗯后这个只有我还有一个中文说的很厉害的人，然后这个嗯就是3年前我的发音嗯声调很差的那个时候。我们说中文的时候，我的朋友他简单的自我介绍，然后我也嗯自我介绍。这个中国女生她说：嗯“为什么你的朋友讲中文的时候，我会感觉我在跟一个中国人说话，但是我跟你说话的时候，我会觉得你有那种典型外国人的声调，典型外国人的嗯，腔。”那是我第一次听一个中国人说我的发音不好，所以我特别哦，失望。因为对对，之前我所有的朋友都会说你的中文怎么这么好，所以你能想象得到嗯我有多哦，失望。他给我的帮助很大。那个活动结束之后，我给他打电话，然后我问他你为什么那么残忍？然后他回答说，就是因为我只是说出我真实想法，那是我真实想法嗯而已。我我那个时候觉得这个人他非常想帮助我。对，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会互相帮助，我们每天都嗯会打电话，然后花30分钟，我会帮助嗯他学会英文的练习英文的嗯发音，然后他也嗯会帮助我念一些纠正我的中文错误。嗯，所以就是他给我的帮助特别大。嗯对对对，我觉得交到这么个朋友真的是太难得了哦。对，对，我之前也会有同样的问题，就是我刚开始学中文的时候，很多中国朋友跟我说：“哇，你中文真棒啊！你怎么才学了这么短的时间哦？你都说的这么好。”但是实际上来说，我的那个外国腔还是非常的浓，你一听就知嗯道，就是
我是外国人，所以我一直在想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然后我也是像你一样，就是我让我的朋友就是多纠正我的错误，还有就是我也花了很多时间模仿，就是用影子跟读，用这种回音法之类的，对，然后就是慢慢练到目前的这个水平。就是现在我觉得我有的时候还是会嘴瓢，或者是还是会有一些小的错误，但是真的是跟之前比起来，就是说的好多了。所以我觉得就是非常值得花很多时间，就是重视发音，好好练发音之类的。米凯，我觉得我们俩也可以聊到，就是你最近开始举办的一个也算是个新的项目，对吧？给一些在英国学中文的人，正在学中文的人，这是一个机会，沉浸在中文的环境里边。那么你觉得你可以介绍一下这个活动吗？可以，对，就是1年前，我和一些这个朋友，就是住在英国的学中文的朋友，包括你在内，我们都开始想，这也许我们可以安排一些这个周末活动，让创造一个这个学中文的环境，因为我们这个在英国学中文的人，我们都有一个共同问题，就是我们比较难这个创造一个语言环境。因为我们住在英国，我们在英国上班、上课什么的，所以我们开始想，也许我们周末的时候，我们可以跟一些中国朋友这个住在一起，然后这个整个周末都讲中文，也许我们可以创造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我记得有一个周末，我跟你还有这个我们的朋友 Carl， 还有 Ryan。我们一起去了这个靠的家，然后我们一起过了这个周末，然后在这个周末，整个周末中，我们都讲中文。然后我这个周末结束之后，我觉得这个非常好玩，然后我也觉得我学会了很多很多单词，我的口语进步的不少。所以就是我们开始想，也许我们可以给更多的人安排这个举办类似旅行。类似的这个周末的这个机会，所以这个我们已经举办了几个旅行，然后我们会去在英国不同的地方旅行，然后整个周末只有一个规定，整个周末都需要用中文说话，不能用英文说话。然后这个活动已经有了很多这个从不同国家的人参加了我们的旅行，我们的这个项目，在整个欧洲。没有类似的这个项目，所以很多人他们住在这个不同欧洲的国家，他们飞到英国参加我们的旅行。刚开始这个安排这些旅行的时候，我没想过会这么受欢迎，但是好像有很多这个在欧洲有很多学中文的人，他们在找这样的一个机会来这个跟中国人沟通。然后我们上次旅行，我们招了两个中文老师，教这个学中文的人这个一些关于中国文化的一些这个东西，比如说包饺子，然后写字麻将，这些这个中文文化的方面的一些东西。对，对。对，我也是自己参加过2次，我觉得非常好玩，也是有很大的收获。这不仅是一个沉浸在中文里边的一个机会，也是可以沉浸在中国文化一个环境，对吧？因为也会有一些就是打麻将啊，就是像你说的包饺子呀之类的，你的是一举两得嘛。你不仅学到了很多跟就是中国文化有关的东西，你也是提高了你的口语，对吧？我自己觉得是你达到了一个就是可能中高级水平的时候，就是你就是需要这么一个语言环境，你就是得多练练，对，你就是得花1-2天的时间，就是你就跟自己说，我就不说英文，我这2天就是得说中文，就是除了中文以外，我什么语言都不说，对，这样的话就是逼着自己就是通过中文来思考，却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活动。我们上几次旅行也有一些初学者，他们刚开始学中文的时候，他们也会参加我们的旅行。然后我觉得我们这些旅行也可以给他们很大的帮助。虽然他们讲的不多，但是他们可以听别人讲话，然后通过这个过程学到很多单词。对对。
对，我也觉得是，你要是一个初学者，你也可以利用这么个机会，就是多练一练听力，在这么一个环境当中，也说不定你会有更有自信去尝试说中文，不管对是什么样的一个水平，你都可以去尝试一下，你都可对，因以。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想法，我希望这个刚开始的学中文的时候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机会，但是没有，嗯，因为我刚开始的根本时候，我搜索了一下有没有一些这个露营，这个夏天的嗯露营，至少我找不到，所以这是为什嗯，么对，我想这个举办这样的活动，对。对对，我觉得很有，就是这个意义真的是重大。就是对我刚开始学中文的时候也是，我也希望有这么个活动，但是我自己可能不需要这么个活动的原因是我当时的中国朋友太多了，他们对对对，有的时候也会，就是我可能是不自觉就参加了一个类似的活动，就比如对，说他们就是一帮中国朋友带我这么一个英国人，就是去酒吧玩，晚上只说的是中文，对。那会儿也是对我的帮助非常大，因为他们也会去教我一些生词啊什么的，或者是一些比较地道的表达，所以我觉得就是，但是很多人都没有我，都没有我这么幸运，对吧？就比如说他们的城市，可能中国人没有曼城这么多，所以呢，这嗯。么个机会就是去整个周末。就是只说中文这么个机会，可能对他们来说是非常有价值的。对，因为我觉得你所以我觉得，的那个时候刚开始学中文的时候，可能你的情况有点特别。我觉得大多对，数的人，他们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没有什么中国朋友，他们没有什么机会嗯这个沉浸在这嗯个环境里面。我们通过这些旅行，我们可以给他们一些这样的机嗯，会，让他们这这个样的机会。有这个语言对，环境。我记得那个时候，虽然我在一个大学。这个我在一个大学工作，然后这个大嗯学有很多留学生，就像我刚才说的嗯那样。有时候我可以跟他们见面，但是这个跟嗯这个整个周末中都讲中文的嗯，这样的机会不太一样，因为不太一样。我们不住在一起。我当时的情况确实跟别人不太一样，因为就是我隔壁就有一个中国朋友，然后他可能有的时候就会来我家一起学习啊，就是花一整天的时间。就是虽然我学的东西都是英文，对吧？就是我不可能通过中文来学医学，这太难了。但是嗯，对我们就是聊天啊什么的，或者是一起吃饭啊之类的，都是用中文交流，因为他当时就是不太想说英文。对，如果大家对我们刚刚说的这个 Mandarin Retreat 感兴趣的话，我在简介里边会放一个链接，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就是通过这个发个邮件这么一个方式来跟就是 Mandarin Retreat 就是举办这个活动的人联系一下，然后跟他们聊聊。行，对，我觉得这个 Mandarin Retreat 我介绍的差不多了。那么非常感谢李凯今天来接受我这么个采访啊，对，我觉得就是大家的收获都是很大的，我觉得也是非常有意思，更深的了解你的这个就是学中文的故事，还有你一些学习方法呀之类的，我觉得对大家都非常有帮助，所以非常感谢你啊。哦，谢谢 Will，谢谢，非常感谢你的要求，然后非常荣幸有这个机嗯，会跟你聊天，希望没有，我们今天讲的一些话对大家是嗯有一定的帮助的。嗯，不用谢，你太客气了。行，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谢谢大家，拜拜。拜拜。